第70章探查。在家族中找了个借口和薰儿分开之后，萧炎悄悄地溜出了家族，略微沉吟，然后对着附近最近的一所加列家族的小型方士行去。虽然他没心去帮几位长老排解烦恼，可他却希望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中给自己的父亲一些帮助，而想要帮助自然是要知道从何下手，所以萧炎需要先去加列家族的方士中探探底。加列家族的这所小型方是位置略微有些偏僻，平日里人流极少，然而当萧炎走进方士之时，那街道上拥挤不堪的人群以及震耳欲聋的喧哗声却是让得他愣了一愣。宽敞的街道之上，人头涌动，一些赤着膀子的大汉一边大声地吆喝着，一边拼命地朝人群里挤去。从这些大汉身上隐隐散发的血腥味来看，应该大多都是些刀口舔血的佣兵，经常与死亡搏命的他们对疗伤的药物几乎有种偏执的热爱，毕竟在深入一些危险之地时，一点点疗伤药说不定就能拉回同伴的一条命。站在方士门口，萧炎能够看着一些佣兵抱着用木头做成的小盒子从人群中挤出来，然后满脸喜悦地飞奔出方士。那盒子里应该就是装的回春散了吧？轻声嘀咕了一句，萧炎也是窜进街道，然后费尽全力地挤进人群之中，在一处销售回春散的柜前花费了100金币购买了一盒。抱着盒子再次辛苦地挤出人群，萧炎这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回想起先前卖药之人那满脸得意与不耐的面孔，心头不由冷笑了一声，狗仗人势的东西。抱着盒子走出方士，萧炎将盒盖子掀开，露出里面的10只小瓶子，瓶子材料粗糙，显然是用最低级的玉石所铸，用这种容器来盛装药物，药力极难完全保存。打开瓶盖，露出里面的淡青液体，一股极薄的药味散发而出。老师，这也算是疗伤药吗？有些愕然于药水中所含药力的稀薄程度，萧炎忍不住地在心中问道。算是最低级的疗伤药吧，能起到一些疗伤的作用。这种简易的疗伤药并不太难炼制，不过由于疗伤药并不稀奇，而且卖价也很便宜，所以只有一些一品炼药师才会有闲心炼制。的确很便宜，100金币10瓶，算下来一瓶才10金币，这对一名炼药师来说的确有些寒碜。微微点了点头，萧炎踌躇了一会，问道：老师，你那里有稍好一点疗伤药的药方吗？很多，不过那些丹药太低级，我一般很少炼制。药老顿了顿，随口道：你想炼制出来给萧家也好，反正你已经成为斗者，也该炼些药试试手了。我来炼？闻言，萧炎有些错愕，难道这种东西你还要动手啊？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药老吩咐道：先去拍卖会找找又没烧好点的药鼎吧，另外你还需要购买大批的初级药材，炼药师初期就是靠烧药来的经验。萧炎舔了舔嘴，脸庞上也是有些跃跃欲试，随手将手中的盒子丢进一旁的水沟中，然后健步如飞地对着城市中央位置处的米特尔拍卖场行去。在即将到达拍卖会前，萧炎又是在隐蔽处换上了臃肿的黑色斗篷，这才慢吞吞地走进了拍卖场。萧炎的这副打扮已经被所有米特尔拍卖场的内部人员所熟悉，所以远远地见到那缓缓而来的黑色斗篷人影时，便是有人快速地进入拍卖场内，通知了亚菲与古尼。听着手下的通报，亚菲与古尼同时丢下手中的事情，飞快地出现在拍卖场门口，最后笑盈盈地将萧炎引进了候客厅。我此次来是想请你们帮忙弄一个烧好的药鼎。端起身旁的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苍老的声音从黑袍下传出。知道对方身份的亚菲并没对此要求有什么诧异，笑着点了点头，招手叫来一名侍女，在其耳边轻声吩咐了几句，然后挥手将之遣退。呵呵，老先生还真是来得巧，今天早上拍卖会刚刚收到一件由炎火金制造的药鼎，此鼎是由加玛帝国著名的荷尔大师所铸，不仅对斗气火焰有着一定的增幅，而且其中所掺杂的一些稀有金属还能提高炼药的成功几率。最近这种药鼎很受加玛帝国炼药师的喜爱。亚菲笑盈盈的道，眼波流转间荡人心魄。
苍老的声音中有着几分满意，略微迟疑后再次道：“再替我准备一枚低级的纳戒吧。另外，凝血草500株，生骨花600朵，罂粟花500朵，活气果500粒。”听着这种种要求，一旁的古尼眼皮微微一跳。纳戒即使是最低的级别，也需要7、8万一枚。后面那些药材虽然不算稀奇，不过这般大量也足足需要10万金币才能搞定。再有先前亚飞所说的那炎火金药鼎，如果拿去拍卖，至少能拍卖出15万左右的价格。这几种东西加起来，没有30万金币，定然难以办到。亚飞同样是被这些材料震得愣了愣。现在的拍卖场毕竟不是他一人所有，大多的利润都需要上缴给总部，私自调动30万的金额，虽然并不是不可能，不过肯定会被上面发觉。贝齿轻咬着红唇，在衡量了一下一名4品炼药师所能带来的好处之后，亚飞轻笑道：“老先生，1个小时，所有东西都能备好。”呵呵，淡淡的苍老声音，第一次在亚飞面前露出满意的笑声。黑袍下，白皙的手掌从怀中掏出蓝色玉卡，放在桌上，妖老笑道：“这里面的钱，我知道不够购买先前的那些东西，不过待会的药材中，你们再加一副聚气散的材料吧。”闻言，一旁的古尼脸色微微一变，再加一副聚气散的材料，那岂不是又得多费5万多的金币？红润的小嘴微微张开，亚飞心头也是略微有些薄怒。虽说对方是4品炼药师，可一直这样，未免也有些得寸进尺了吧？然而心中有些怒气，不过亚飞那张妩媚动人的俏脸却依旧是笑意盈盈。沉吟了瞬间，心中苦笑了一声，念叨了一遍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之后，只得叹息着点了点头。哼，看来2位是误会了，这副材料并非为我所有，我只是想出手帮你们炼制一枚聚气散而已，让2位只出材料钱，这不算过分吧？苍老的声音淡淡的笑道。妩媚的俏脸微微一愣，旋即猛地涌上喜悦，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震得有些回不过神来。片刻后，亚飞方才俏脸红润的平静下来，与同样满脸喜悦的古尼对视了一眼，略微有些紧张的轻声道：“那就多谢老先生了。”